好，我是钟彤，炎炎夏日看好片，就在这边送上我这个月的推荐作品，一样希望大家会喜欢。首先就是这部 SONE 566，没错，就是 S1 大合集。这几个月真的已经看到会让人想说啊还来啊的程度，但我个人觉得这部还是有些看点啊。首先就是剧情上设定是片场助理，在拍片过程中跟女优们有了各种香艳刺激的发展，算是比较有在情节上下功夫。另外就是演员都是中新生代为主，个人感觉整体是有比较投入的。那接下来就是 SONE 758濑户环奈的最新作品，不管是在日本、香港、台湾，它的人气都可以说是如日中天。想必在8月份的成人展过后，又会引爆一波更大的圈粉热潮。那像是本月份的作品，就是他的第一部全第一人称。我个人觉得啊，你只要有跟他本人对过眼，就会知道真的很难抗拒。那这部作品就让你体验到那种感觉。接下来是这个 JUR380绘里这部极度实用，题材就是泡泡浴。那这部没有太复杂的场景，就几乎都是泡泡浴的实战，但那个过程跟互动就像是真的让你去了一趟高级店一样，非常优秀。另外还有这个 MDON077马丹娜的线上串流限定作品也是超顶，两个人在饭店套房说打就打，没有第二句话，也是让我看到停不下来啊。再来这部 MIDA241宫下绫奈演出这部作品，女仆装实用吗？实用。黑丝袜实用吗？实用。两个加起来好看吗？有够好看。OK， 去看吧，推荐。阿嘴 ，Kobe 跟 Curry 你选谁Wade吧。哦，不是，认真一点啊 ！Bleacher Report 的那个名单排名啊，前10守门员你选谁？不是吧？这个网站都是来迎战的，我不答，交给你了，交给你了。那你知道我会回答什么吗？说到最强的守门员，那只能是我们的 Surfshark VPN。Surfshark VPN 能帮你守住2亿网站，从1号位守到5号位。Surfshark VPN 还能跨区支援超过100个国家3000多个伺服器，这简直就是 Defense Player of the Year 吧？你说 Kobe 还是 Curry 能做到吗？ Surfshark VPN 也让你连线到世界各地，不受拘束，而且还有军事级的加密，可以保护你的账号使用安全。那 Wade 呢？你先不要吵，等我介绍完。一个 Surfshark 可以无限装置连线，不论你的装置有多少，不论你拿大或小的装置，Surfshark VPN 都能适用各种装置无线连线。现在透过 surfshark.com/fingermaster56 购买 Surfshark， 输入我折扣码 fingermaster56， 多送你4个月额外使用期，也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让你网络使用自在又安全。所以我说那个 Wade 呢？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下一部是 START368，由尾井真寻跟小仓由菜共演，题材也是再次发挥 SOD 脑洞大开的创意，让工作的理发厅把做菜变成理所当然，两个人就在工作的时间全部处在连结合体状态。但我说真的啊，如果我是被剪头发的人啊，我是真的很怕他们一边剪一边冲撞，直接把我头发削掉一大块啊。那接下来就是这一部 DSS695， 尼亚演出这部作品呢，扮演一位在公司趾高气扬的上司，被他欺压许久的员工群情激愤，把他围起来给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那这部厉害的地方是真的把尼亚弄得非常狼狈，整个脸都花掉，很夸张啊！很特别的是，他也有把这一部作品的幕后花絮上传他自己的 YT， 有兴趣的人不妨看一下。我们再来看到 SONE 786田野优最近也是人气爆发哦，在各地活动都非常成功，网络上互动也很活跃。那这部新片呢，穿上学生制服的他在每天通勤时不断忍受骚扰，最后身体欲望觉醒，变成每天不被骚扰就无法忍受的体质。必须得说，在这部里面那个标的物真的太大了，会让人忍不住出手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在现实世界这样做就是不行的，戒之慎之啊。下一部是 MIDA235， 温牌在本作中扮演男主角好友的姐姐，有一天意外发现男主角是个3秒侠，出手快如闪电，但是欲望无穷，3秒后状态马上回复，于是兽性大发，直接压着男主角一发又一发。这部我个人喜欢的原因是，我觉得温牌演出这种姐姐型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接着看的是这部 START355， 本庄林在这部演出一位外表文静气质的温泉老板，但实际上是喜欢狩猎男性客人的肉食女。不管是单身还是已经结婚，全部都是他的目标。倒不如说啊，有一半的反而让他更感到愉悦，真的是太可怕了，好想知道地址在哪。
下一部是 SONE807 小真友。其实我在看完他的新人出道之后，我本来以为他大概4部左右就移籍其他片商，想不到出道至今也快要1周年了。必须说身材是真的厉害，作品有一种神奇的实用感。这是那个从衣服透出来的车头灯，真的妙不可言啊！我们接着看 MIDA234 已经进入隐退倒数的新友菜，作品还是保持超高的竞争力。这部再次展现了他业界神腿的威力，搭配上各种丝袜，比商品型录还齐全，让黑丝控跟腿控一起上天的神作必看。接下来是 DASS662 菊玛丽，这部作品超好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刃牙？其中有一个角色叫柳龙光，绝招就是用各种毒物浸透练出的毒手。那这部当中的男主角除了毒手，还有毒老二，经过淬炼的小兄弟拥有能让对方发狂沦陷的能力，真的是一部娱乐性很高的作品。好，接下来看到是 OFES015 色乐系日，这部的题材蛮特别的，就是到所谓的县界极弱，这在日文当中就是超荒凉、人口也少的偏乡啊，在废村的临界边缘了。那他到这个村庄去当看护，免不了就遭受大量的性骚扰。想不到他到后来竟然沉醉其中。再看到这部是 DEAB001，演员是叶月美音跟种田诗织，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人认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部2位的脸都套上一个超级假的 AI 滤镜，是真的很夸张那种，你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得出一些轮廓，但就是很假。这其实很破坏看片的心情啊！我只能说，黄仁勋，这就是你想要的世界吗？再来就是 EYAN203，宫本流一目前也算是E-Body 的中流砥柱，身材是真的很强。这次演出这部作品，她扮演一位相当凄惨的人妻，被丈夫拿来当还债的工具，一边用肉体抵押的时候，丈夫还一边在旁边看，真的太惨了。我们再来看到这部是 MIDA198 七泽美雅这部作品，禁欲加上大乱斗，我想已经是充分构成了非看不可的理由。作品中也是拳拳到肉，有几个镜头我觉得是同时把美感与色气都很好的表现出来，很厉害。紧接着是 SONE790，金松纪部在我们的访谈之中也曾经表达过想要一次挑战比较多人的作品，那这部粉丝感谢祭应该就很符合他所讲的。这部跟20位粉丝到温泉去同乐，个人觉得拍的蛮不错的，有很多善用那个人数拍出来的壮观场面，金松跟粉丝之间的互动也很赞啊。再来就是 SONE793 明日夜3夜这部作品，我觉得超级贴近生活，因为在家工作的关系，于是明日夜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上半身穿正装，下半身直接放飞自我，用这个姿态参加视讯会议。但是他这个姿态实在太过诱人啊，于是让男主角忍不住出手。比如说本作造型真的让他那个修长的下半身显得更加迷人。接下来就是这个 PRED772 三岸逢花这部，其实上个月的作品，但我只能说他换上 OL 造型真的是无懈可击，超赞。好了，再看这个 OFES025，这个有点算是上个月那个 Beauty Venus 的特别篇，回复了之前系列的3人配置，找来了樱空桃、长滨蜜里、一野蛮里奈，也可以看出这是目前的一流车头灯担当。那我个人觉得这个3人共演的组合看起来还是比较赏心悦目，3个人都有恰如其分的戏份，互动也是满分。不过那个封面上讲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美乳共演，就让人看了有些在意啊。我们接着看 SONE753，乃坂日和在本作当中演出相扑题材，把平常在公司里面温顺的女员工带出去出差，想不到一到晚上啊，冰山劈开变火山，直接骑上来，完全不讲情面，真的是像封面讲的，到最后出来都变透明的，才被放过一马，真的可怕。再来是 OFES005，这部由木村绫一出演，扮演一位欠债太多的家庭主妇，讨债集团从外面跟踪进化到直接冲塔，进到家里面也是完全不留情面，直接就在家人的面前让他用身体付利息，非常暴力，但是颇为写实，在这里推荐给大家。然后是这部 SONE814梦乃学姐演出的粉丝感谢祭，这部我在看的过程就一直觉得姜还是老的辣，然后说看他跟剧中粉丝的互动，就会感受到那个演出功力跟应对的经验值啊。那明里丑在这个月的 PRED785 跟 IPZD599 两部都是走一个很强势的风格，但其中一部把重点放在腿，一部则是把重点放在脸，两部都是非常的优秀，我是觉得影迷一定要看一下。在这边也再次推荐一下佐山爱的 MIMK217，在我们上礼拜的动漫改编精选也有提到，非常实用的一部作品。接着就是 SONE852，最近女优穿婚纱的新闻引起轩然大波啊，那七生莉莉也在本作穿上婚纱，却被婚礼顾问给趁虚而入，大喜之日越来越近，身体也越来越沦陷在第三者身上，相当不错的 NTR 系作品。接着看到这部 OFES001，安卫勋又
又跟萨摩阿里导演合作了。然后觉得导演他除了在拍摄华丽又夸张的造型之外，其实他在诠释这种外表朴素内心大胆的高反差题材也是相当有一套。在公司当中低调不起眼的安卫勋，其实私底下饥渴到不行，那个主动进攻的环节真的看得很过瘾，是本月份使用度相当高的一部。接下来是 MIDA 240水普音，这部题材相当有趣啊，两个万年单身的同学组成那个处男阵线，想不到有一天其中一个就脱单，而且对象还是水普音。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指控，哇，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背叛行为的叛徒？那叛徒为了安抚自己的妈吉，于是就让自己的女友去陪他，别人是帮我撑10秒，我是让你爽10秒。想不到这个10秒就变成破口啊！自己的女友身体向性竟然跟朋友更好，最后结果终究是要有人单身的。那最后一部就是这个 ABF 243林村爱里，这一部就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剧情，就是直上火辣造型，直拳进攻，跟听 Duncan 的频繁打板一样，又是2分进账，不夸张但实用。说真的，林村只要还有在出片，我就会充满感激啦。好，以上就是这个月推荐的内容，我是钟总，我们下次见。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感谢你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谢喽。